好像是在爬山是吗？嗯。刚刚我就说怎么会有车子在山上走的，然后现在就到我们自己爬上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西哥，我是何大陆。现在我们两个从三亚前往乐东，没有走过这样的路啊，在海南这边，感觉还挺有趣的。刚刚一路上来都是上坡，然后现在居然是在山顶上走的。那这些人都是住在比较高的海拔了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大山，从这里到乐东还有30公里，请小心驾驶。哇，天哪！我们在广西都很少走这种路。是啊。不过这个路况还挺好的，盘山公路。海南的路都是挺好的。哇，好高，我们爬得好高！天哪！慢点开，那冲出去就是空中飞车。前方经过是不是很高？高发区域。高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乐东，还有2.6公里就到了毛公山景区。我们到了，外面还是很热哦，你先下来吧，做好心理准备。现在我跟何大陆呢已经到了乐东，这里是保国农场，在我旁边这里呢就是这个毛公山景区了。我们两个人打算进去沾染一下。你先把口罩戴一下。这里还是好热啊。对，还是热，跟三亚差不多气候。毛公山景区，待会再跟大家介绍。现在我们先买票，问一下。你好，这个票价是多少钱呢？一个人20块是吗？要。哦。买了门票2张，40块钱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戴上墨镜，抬票。太阳太大了。我一起验了哦。走啊，小门啊，大门进不了。没什么人。整个景区里面只有我跟何大陆，估计今天呢是我们2个人花了40块钱包场了。这个毛公山景区呢是有几座山啊，它很像毛主席的那个形态，躺在那里的那个形态。待会呢我们走到前面去给大家拍一下看看。直走，往前走。这是我们在海南旅游第一次买的景区门票，今天40块钱，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。前方这里是有一座毛主席的石像，在石像的后方就是毛公山了吧？大家看一下，好像这个角度看起来不是很明显。我们要找到那个，应该是那边吧，有个观景台，我们去观景台那里看。这个景区是有几个部分的，一个是观景台，一个是毛公山，另外的还有一个是这个文化博物馆。这里边呢是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介绍，沙拉族，还有布朗族、羌族，看到没有？景区里面的布置也还是挺简单的，没什么人。就是我们2个，所以我们口罩也不用戴，挺自由的，感觉这里好像比三亚好哎。挺凉快的。1个凉快，2个没有人。我们去观景台看一下吗？要不？对吧？走吧。前边这里就可以看到毛公山的全貌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感觉像不像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据说是在90几年的时候呢，是有一个老人啊，在放牛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座山，就觉得很像毛主席的那个躺下来的那个样子。然后这里呢，就从保国山改成了毛公山。到了现在就已经是一个海南这边比较热门的一个景点，就是旺季的时候热门，现在的话就只有我们2个。看一下大家觉得像不像呢？
有点无语。我感觉我们每次买票来景区都能看见一些小路。这外边就是乡村小路，对呀、当地人直接从这个路走进来景区，我们就从大门进来就花了40块。对呀、走吧，没事，走。我们去观景台。太阳还是很大。现在我们沿着这条路走到景区右侧的这个观景台，我们到上面再看一下毛公山，因为那个角度是最正的。在我们左手边还有一尊毛主席的铜雕，我们去瞻仰一下。走正中间。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毛公山景区里面的这个观景台，位置特别正宗的观景台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铜雕后面就是毛公山的这个山体了。我们在这里瞻仰一下毛主席的雕像。上边呢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观景台，咱们再到上面去看一下。景区其实也不大，就这么一小圈，就几个部分。那进来的话也就半个小时就参观完了。这个观景台也很旧了，因为这个景区也有20多年历史了吧，应该。现在我从这个观景台再往下拍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视角呢就比较震撼了，就大概的可以看出上面这座山体的一个形状。大家觉得像不像啊？其实我感觉还是挺震撼的，挺壮观的，但是我个人感觉看不出什么，还不如我们刚刚在来的路上。我们刚才来的路上可能是更像，可能是因为走得太近了，反而就没有那么像了。站远点可能又看得像一点。我们现在用无人机拍一下。毛公山位于海南省乐东县的保国农场，原名保国山，因山体神似毛主席仰卧之姿势，也因此被百姓亲切地称之为毛公山。关于毛公山的发现，民间呢也有许多种传闻。1991年，一位干部在休息时偶然发现了保国山上的岩石与毛主席相似。1992年，许多专家学者也都闻声而来，经过研究讨论，确定了对毛公山特行自然景区的保护。从那以后的几年时间里，毛公山名声大噪，数百万游客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，只为瞻仰伟人的风采。看到这里啊，我们不得不再次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怎么样？今天这个景区还挺好的，还行吧啊、但是感觉也不太像。看得不太出来，但是毛主席就在我们心中，知道吧？对，走。参观完这个景区，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往乐东县去走。今天晚上我们就住乐东县了。现在我们距离乐东县还有大概30公里，走吧。